如今，世界上 GDP 排名前20的国家，其国土基本分布在温带、热带地区，极少有发达经济体。这里固然有地理环境的原因，但国家的贫富治乱并非常数，由贫致富、由富返贫的大有人在。成功的路径往往各不相同，失败的原因却极其相似。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，有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接近中国的4倍。中国人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，人均 GDP 增长了6600%，而那个国家则同期缩水10%，如今已不到中国的1/19。这个充分演绎了失败路径的国家，就是刚果金。世界地图上其实有2个刚果，刚果和刚果金，而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盆地基本在后者境内。刚果金的疆域相当于中国陆地面积的1/4，是法国的4倍，是其前宗主国比利时的78倍。其大部分国土被深绿色的雨林所覆盖，是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世界第2大雨林带。一条巨大的刚果河盘环其中，干流和支流几乎覆盖了整个刚果盆地，净流量排世界第2，高于长江。乍一看，这种大流域似乎是种田派极好的出生点，只可惜这是在热带啊！热带雨林有极强的林溶作用，土壤很难保持肥力。旧大陆农业的2大支柱小麦和水稻都不适应这种贫瘠的酸性土壤。虽然古代人也会用烧荒等方式来提高肥力，但一块地在烧荒后会快速被榨干，然后就再烧一块，变成了一种雨林地带特有的游牧式农业。这还不算全年不止的病虫害和各种热带病。总之，刚果雨林对于早期人类文明极不友好。即使在现代，因为肥力流失过快，相比温带农业也需要更多的化肥才能维持产量。这就导致即使在非洲内部，古代文明也集中在北非或萨赫勒地带。刚果雨林里并非没有文明，但比较起来就逊色太多了。虽然这是一块对野生动物比对人类更友好的土地，但绝非一无所有。相反，以工业时代的眼光来看，甚至称得上资源富足。首先是热带农业，虽然不适合种粮食，但热带经济作物没有问题。从香蕉、菠萝到可可、橡胶都是刚果金的重要物产。此外，刚果金坐拥1000多种矿产，10余种储量都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，例如铜、工业钻石、锌、锰、锡、锗、钨、镉、镍、铬、钴、坦、尼。特别是常用于电子元件的稀有金属钴，几乎在国际市场占据垄断地位。从刚果金2020年的出口构成也能看出来，铜和钴是2大关键支柱，两者相关产品分别占到出口的65%和27%。由此可见，即使在农业时代条件奇差，但在工业时代，刚果金是有足够家底的。但其人均 GDP 在40年间不升反降，到2021年位列全球倒数第9。如果算上美元贬值，衰退的幅度还要更大。混得这么惨，就不是热带雨林能解释的了，而是长达100多年的人祸的长期结果。刚果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很短，甚至可以说它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。在欧洲人殖民之前，刚果也有星星点点的班图人国家。玩过文明6的朋友对刚果文明都不会陌生。在恶劣的雨林环境下，其文化和技术发展十分缓慢。欧洲人的闯入仿佛降维打击，将当地原本的历史进程冲得七零八落。在1885年的柏林西非会议上，这块土地成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2世的私产。所谓私产，就是掠夺对象。为了掠夺更多的热带橡胶，比利时人统治之残暴世所罕见。经济殖民地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粮食生产，饥荒与疫病接踵而至，以致在此后的数十年间，刚果损失了1/3的人口，说是种族灭绝也毫不过分。就这样，刚果原有的历史、经济、社会轨道被完全斩断，甚至在地理上也被分成2块。刚果河下游本是刚果王国的核心区域，却因为法国与比利时争夺殖民地，被沿河分成了2个部分，即今天的刚果金和刚果。由于刚果河下游既有险滩又有瀑布，无法通航1万吨以上的轮船，分治后刚果金事实上失去了海运能力，大量物资必须经由刚果的黑角港等地分拨中转。两国除了交通联系密切，连首都也隔河相望，两国在地理上的统一性显而易见。然而分裂的现实已无法改变，在刚果的西部是同一个族群被分成2个国家，
在东部，则是很多族群被并入同一个国家，比如生活在东非大裂谷附近的胡图族、图西族、隆达族等跨境民族。在历史上，他们并未被刚果王国统治，但是殖民者将其强行并入刚果金。这些民族对刚果金的认同本就淡薄，偏偏东部与南部又是主要矿产区，在民族仇恨和利益驱动下，这里就成了非洲内陆的地缘火药桶，并在接连不断的动乱与战争中将这个国家拖入深渊。到1960年独立时，一批受过教会学校教育、曾经留学欧洲的刚果社会精英进入政府。他们虽然有建设独立国家的一腔热血，但是缺乏执政经验，而且在理念上相互冲突。刚刚独立的刚果金辽阔的疆域内，到处都是以部族、家族为单位的地方势力，仅仅依托于城市的中央政府，只能说是表面上的共主，而这种表面和平也迅速滑向对权力的争夺。很快，新生的刚果金陷入到政变、独裁、内战的泥潭中，混乱的最高潮便是90年代末接连发生的2次刚果战争。彼时，刚果金被一个人统治了30年有余，他便是以忍耐、毫不动摇的意志和无所不能从征服走向征服，在身后留下烈火、不知道失败的战士蒙博托。30余年间，蒙博托的烈火烧干了刚果金65%的 GDP， 烧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，烧空了刚果金本就一穷二白的国力。表面上优势在我，实际上一统就破。当邻国卢旺达大屠杀的余波外溢到刚果金，该国东部的地方军阀卡比拉借助卢旺达的支持，带兵打回母国刚果金，并夺取政权，恢复国名刚果民主共和国。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卡比拉成为了邻国的傀儡，而蕴藏矿产的东部领土也被邻国军阀侵占。于是卡比拉又调转枪口，与邻国开战，再次打成了一锅粥。于是军阀混战的剧本就这样在刚果金上演。这些军阀手里的军队往往军纪不佳，组织涣散，他们从上到下恐怕只有武器是真正现代的。再加上乱世中无数的地方武装、匪帮、分裂势力，在部落与部落之间、族群与族群之间，充满了骇人听闻的暴行，甚至蓄意的种族清洗。进退维谷的统治者，叛服不定的地方军阀，抢钱、抢粮、抢女人的兵痞，使这场夺权之战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兵祸。先后有9个国家卷入战争，导致540万人死亡，200万人流离失所。1998年开始的第2次刚果战争，实际上是一场走向失控的非洲世界大战。战争结束后，刚果金貌似迎来了伤口愈合的时机，但事实上，战争既没有改变民族格局，也没有打出国族认同。东部矿区依旧盘踞着各色武装势力，当矿产资源转化为资金，地方军阀就有更强的实力和中央叫板。与此同时，刚果金内政也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，军阀出身的卡比拉家族让出了政权，但势力仍不可小觑，能否顺利过渡还要看事态发展。此外，战争让刚果金背负了沉重的外债，主要债权人包括由22个富国组成的巴黎俱乐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等。仅仅几十年前，我们的父辈甚至还有点羡慕非洲的资源国家，觉得家里有矿就能温饱不愁。如今这些国家还在原地踏步，甚至大幅倒退。如果这里面有什么启示的话，那恐怕就是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，财富是自己建设来的。而在一个结构紊乱、极其缺乏国家能力的国家，要寻得一条建设性的可积累的道路，确实太难了。